叶晨驱车载着肖长坤回到汤臣一品的时候，肖长坤的手机刚好收到韩美琴发来的微信。眼看快到家门口，肖长坤赶紧对叶晨说道：“好女婿，先靠边停一下。”叶晨把车靠边停住，好奇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肖长坤道：“你韩阿姨发微信来了。”说着便当着叶晨的面点开了与韩美琴的对话框。叶晨随意扫了一眼，只见韩美琴的微信昵称竟然是 AA 7月花鸟鱼虫夫子庙店。他惊讶地问道：“爸，韩阿姨微信怎么叫这个名字？”肖长坤小心翼翼地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给她改的备注，她的头像不正好是鸢尾花吗？我就给她起了个花鸟鱼虫店的备注，主要是怕马兰偷偷看我手机。”肖长坤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韩美琴发来的内容，对叶晨说道：“你韩阿姨问我要不要去参加她跟贺远江的婚礼，如果参加的话，就给我写请柬，邀请我们一家人去参加他们俩的婚礼。”叶晨，你说我怎么回复？叶晨反问：“你不是正好不想去参加吗？那就直接回复时间不方便，不去了，然后大方一点，祝他们新婚快乐就是了。”肖长坤为难地嘀咕道：“我是不想去，但我要是就这么爽快地拒绝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别回头你韩阿姨觉得我是怕马兰才不敢去的。”叶晨问他：“这不就是你的真实想法吗？”肖长坤非常认真地说道：“是我的真实想法没错，但至少不能让人家轻易就猜出来，不然以后这面子往哪搁？”说着，肖长坤又道：“你没看你韩阿姨的用词吗？邀请我们一家人，这估计就是觉得我怕马兰才这么说的。”叶晨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爸，你听我句劝，这时候就不要琢磨什么面子不面子了，你想借坡下驴，这就是最好的机会。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刻抓住这个机会，一步到位的解决掉，千万不要再整幺蛾子了。”肖长坤摆摆手，哼哼道：“我又不是驴，凭啥别人给我个坡，我就要下啊？”说罢，他又一脸高深地说道：“好女婿，你不懂，人都说男人啊，活要一张脸，输人不输阵吗？我肖长坤虽然没把握住韩美琴，但我也肯定不能让他们在背地笑话我。”说着，他一边打字，一边对叶晨说道：“我先大方答应下来，等他给我送请柬，我先应承下来，等到了婚礼前一天，我就说我临时有事去不了。”叶晨反问：“那你就不怕妈知道这件事？”“怕什么？”肖长坤撇撇嘴：“你韩阿姨打死都不会主动跟他联系，就算请柬上写着邀请我们全家人，他也一定会把请柬送到我手里，只要我不说，谁能知道？”叶晨摇头道：“爸，我还是劝您慎重一些。”“没事。”肖长坤自信满满的说道：“我已经给他回过信息了，就这么定了。”叶晨见木已成舟，只得无奈的叹了口气：“你觉得没问题就好。”肖长坤没回应叶晨，而是娴熟的将自己与韩美琴的对话全部删掉，然后对叶晨说道：“走，回家。”另一边，韩美琴看着肖长坤的回复，一下子有些搞不明白。他本以为自己提一下邀请肖长坤全家，肖长坤就应该知道，只要找个借口说婚礼当天没有时间，这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肖长坤竟然没有理会自己，反而非常干脆地回复了一句：“没问题，到时候我们一家4口一定准时到场。”他不禁有些疑惑，心中暗忖：长坤这是什么意思？真要带着马兰一起参加婚礼？想到这里，韩美琴不由得皱起眉头。见马兰，她是10000个不想，尤其还是在自己的婚礼上。正在写请柬的贺远江见韩美琴表情凝重，便忍不住问道：“美琴，怎么了？”韩美琴如实道：“长坤回信息了，他说要带着全家人一起参加咱俩的婚礼。”“是吗？”贺远江也没有肖长坤那种奇怪的脑回路，所以也很是想不明白，开口道：“按理说他那么怕他老婆，这种事就更不应该告诉老婆了，怎么还要带着他来参加咱俩的婚礼？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韩美琴叹了口气，他给我也整糊涂了，想不明白他究竟怎么考虑的。贺远江想了想，笑着说道：“说心里话，我能看得出来，
老萧对你还是有旧情的，你这忽然要嫁给我了，他心里可能有些气不过。一家人一起来参加咱们的婚礼，可能也有赌气的成分在。韩美琴摇头道，这个我就不好多做评价了。贺远江笑道，其实老萧这么做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咱们以后也都要在金陵定居，关于你的事情，他不可能始终瞒着那个马兰，说不定他想趁着这个机会，干脆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长痛不如短痛。韩美琴咬了咬嘴唇，有些疑惑地说道，以我对以往的他的了解，他是绝对的鸵鸟性格，狮子要吃他，他就把头扎进沙子里，哪怕明知道狮子有可能会咬自己也不管，什么时候咬什么时候算。但你要让他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，选择正面去面对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说着，韩美琴又道，按照他以前的行事风格，他绝对不会主动告诉马兰我回来的事情，马兰什么时候知道了再说，一直不知道就等于自己赚了。贺远江皱眉道，要是这么说，那他这个决定确实有点奇怪。说罢，他问韩美琴，要不要我给叶晨打个电话问问？算了，韩美琴摆手道，人家叶晨毕竟是老萧的女婿，咱们找他背后揣测长坤也不合适，这件事就这样吧，咱们静观其变吧。婚礼当天也有不少宾客，不怕马兰找麻烦。再说你不是请了叶晨做证婚人吗？有叶晨在，相信马兰也会收敛一点。说着，韩美琴又道，要是在这个场合能把马兰这个定时炸弹解决，倒也不算是一件坏事，只是不知道长坤私底下会不会被马兰收拾。到时候婚礼结束后，你记得提醒一下叶晨，让他回去多关注着点儿。没问题。贺远江点头答应下来，道，那我就给老萧写请柬了，就写邀请萧长坤先生携全家出席。韩美琴点头道，行，就这么写吧。贺远江又问，对了，写完之后怎么给他？韩美琴道，我给吧，他明天在老年大学还有一个近现代书画的讲座，我到时候带去给他。